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4月27号，星期六。那么今天呢，就聊一下西班牙的黄金居留啊，还有就是西班牙即将传说中要对非法移民进行的一个大赦。那么黄金居留呢这一块呢，西班牙这边我看有新闻说西班牙要取消这个黄金居留啊。什么是黄金居留呢？我想大家关心移民的人都知道啊。就是像希腊啊、葡萄牙啊，还有西班牙，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吧，都有这样的一种移民的政策，就是你投资50万或者到100万的这种欧元，然后你购买当地的这个房产，以后呢，你就可以获得在这个国家的居留权啊。那么这项政策呢，其实主要就是当时由于欧洲的经济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是颁布的。那么到现在呢，其实也有挺久的一个时间了吧，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取消这个黄金居留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在20年以前你说50万欧元，你在这个西班牙或者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你说你能购买一个房子，那这个当时的这个物价呢，这个房价呢，你买这个房子呢，应该来说是算比较中上，对吧？中等偏上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么你现在过了那么多年了，对吧？这个物价呢，这个房价呢也在上涨。现在50万欧元呢，嗯，已经买不到就是特别好的房子了，对吧？就换句话说呢，就50万欧元买一个房子的这些人群，被呃大家看来呢，已经不是特别富裕的人群了，是吧？那么原先呢，就是有这项政策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嘛，总是有些地区经济会火热一点，会有泡沫一点，对吧？经济加速的时候，那么很多地区呢就会有一些有钱人诞生。那么经济这个偏弱的地方呢，他就希望有这样的移民政策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有钱人来，对吧？那么西班牙的这个黄金居留呢啊，排名前一前二的一直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那么这个居留呢，就是你买了房，就在西班牙居住以后呢，你是可以获得工作机会的就是你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并且呢，你也可以享受就是医疗和教育的机会啊。那么这样子，这种大批这个人群通过这种方式来了呢，那么他们对当地的这种教育或者说医疗的这种资源的负担呢，其实也是加重的，对吧？因为你50万买了一个房子以后你还要看看后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消费，或者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收益的地方，对吧？你说你花了50万买了一个房子以后，你还是一家人来了比如说3个人，你还要2个人来工作，或者说3个人来工作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呃就没有对它这个经济拉动起了太多的这个增长的作用。那么像这个黄金居留呢，现在呢，还有一个不被看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非盈利居留的这个火热啊。那么非盈利居留呢，就是在西班牙这边，它是不能工作的，也不能获得当地的福利，对吧？就比如说医疗、教育这方面。所以呢，你这个非盈利的移民啊，他有钱，对吧？他就在这边继续生活下去、待下去啊。那么有的人非裔的移民，他来了，他也买房，对吧？他尽管他可能买的没有50万欧元，但是呢，他也是贡献了他的这个经济那么他呢，反而他不占用这边的这个医疗的资源，是吧？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政府这边考虑，他肯定想这个黄金居留的人就是50万欧元也没带来太大的好处。但是非盈利的人群现在这么多，这个非盈利现在是非常火热的就是增长的
这个势头是很大的，对吧？那当然了，就是非盈利这当中也有很多问题啊。那么像我自己知道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的朋友啊，呃，他们呢就是有知道像非盈利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他们就他其实自己并没有达到非盈利的这个满足的标准，是吧？啊，就是有被动收入啊，或者有一个特别可观的这样的一个存款，但是呢，他可能在亲戚朋友啊或者其他人的帮助之下啊，他还是满足了这样的一个条件，通过了非盈利的这个居留的获取。那么他们一获取到这个居留的这种方式，他来登陆到西班牙以后呢，他就立刻啊，他就去找工作啊。那么可能经过半年啊或者一年，他没有找到就是工作或者没有找到生存的方式，对吧？那么要续这个居留呢，那你必须还是银行又要审核你的这个存款，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这个钱，也没有这个经济了，对吧？所以他就选择回去了，就离开了，是吧？那么这种就是非盈利的这种居留呢，我觉得变相的，对吧？就政府更乐见于啊，就是喜欢看到这样的移民来，是吧？啊，反正你们就是来消费的，你们就是来花钱的，啊，你也不会对我的工作机会啊，对我的福利啊、体系啊产生影响，对吧？当你消费不动了，你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了，那你也会就是自动的离开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些年的啊非盈利居留的这种火热，呃，就也呢让这个黄金居留呢渐渐的啊，就是政府就觉得这个东西不香了，是吧？好吧，那我觉得这个未来呢，这个以现金形式啊，比如说你花100万欧元买基金啊、买股票啊、买什么国家债券这种的，我认为它不会取消，最多在金额上还会有一些变化，对吧？但是买房这种啊50万欧元的这种，肯定会被取消啊，或者呢，就是它会提高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看下来呢，应该取消的概率高一点啊，因为就是申请的这些的人数比较多啊，所以呢，就是在数额上呢，啊，就它已经是供大于求了，对吧？所以呢，它会被取消。那么再说一说这个关于非法移民的一个这样的大赦吧，啊，其实欧洲一直以来呢都有各种各样的大赦，对吧？什么像这种有这种什么历史悠久的君权制的这种国家，什么新王登基啦，什么公主王子结婚啦这种，对吧？啊，他都会对这个非法移民就是说不是犯法的人啊，就是他没有获得就是合法的居留权的啊，他在这个国家的，对吧？很多人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居留权过期了，或者因为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对吧？啊，也不是说这些人就是犯罪犯法的啊。那么对于这些人呢，定期呢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大赦啊，就之前吧就有说过，在那个新冠的这个时期吧，啊，那就有说有考虑，对吧？因为新冠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能够写进历史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呢，他们说有考虑啊。那么现在呢，又说出来了，并且呢，可能认为这个事情通过的概率很高。那么这个时间限制呢，啊，据传啊，就是说这个时间限制，就是说只要是2021年、22年以后啊，就是在西班牙的人群啊，你就能获得这个合法居留的权利。当然了，这个当中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许多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你要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啊，就是要有工作的这个合同，有公司啊，有这个厂商愿意雇佣你啊，这个是关键，对吧？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又绕回来了，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西班牙，就是如果你呃没有获得居留权，你只要合法住满3年，
你都是可以通过找到一个工作机会以后去申请，就是扎根居留的，对吧？那你现在就是他给的这个时间的年限啊，他的这个呃也要有这个工作合同的这些条件啊，对吧？就跟那个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是吧？所以呢，有的人就觉得呢，这是一种形式上，对吧？也算是一种添加政绩，对吧？但事实上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政策呢，肯定呃，要求呢，确实是会放宽一点的，对吧？但是呢，主要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呢？首先呢，就是呃这边继续还是之前的首相什么连任了，对吧？那这个对他们的政党来说呢，他们因为是比较推崇什么就左派的一些政治理念吧。那么对于这种难民对于这种非法移民对吧？反正就是社会的需要支持的这些人群，对吧？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政策。那么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呢，因为有许多人他比如说我也不说具体哪些国家了，对吧？这个针对性不好，就反正有一些人来了以后呢，他其实呃在这边他考虑的是赚取比自己国家获得的更高的一些收入，但是呢，他老年或者说他以后养老他还是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对吧？很多人什么什么国家的人都有。那么他们主要觉得呢，就是一个是呢自己的国家的物价呢相对来说比较嗯亲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他这种归属感，对吧？他觉得就是在这种家庭观念非常重的一些国家，是吧？或者说就是说他从小对故乡的这种习惯这种那么他们会就是不愿意就是获得这个正式变成合法居留的这种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就是你要变成了一个合法的这个居留以后呢，它的税收就是他这个工作缴税缴社保会最少就是要交掉1/3的收入那么很多人呢他就觉得哎，我就拿现金是吧？我就赚一些，不愿意交税我就待个几十年，我赚够了钱我就回去了，对吧？当然了，这个是一种不交税是一种非法的行为，对吧？所以呢，这个我当然是不支持的但是我就是说有这种现象的这种存在，那么这样的政策如果一旦得到执行呢，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对吧？他转化成了正式的居留以后呢，他就开始要承担啊交税就是应该给这个就是居住在这个国家的这个税收的义务或者法律上，对吧？所以呢，这个人群呢，应该说来说是一个有一定基数的，有一定比例的，对吧？所以呢，他能够就是增加一些收入，对吧？那很多人会觉得那这些人的收入也没有特别高为什么能增加收入呢？因为有部分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什么，他们还会从政府获得一些补贴，是吧？所以呢，就是这样政府少支出了补贴又多了税收的收入这样呢，就是一进一出，对吧？这个就更平衡了一点。那个这个呢，也是说到这个税收这个问题呢我再聊一聊前面的那个黄金居留有几句话没说完。就是许多年以前呢，那个时候就是有钱人，对吧？或者说这种模式，商业的模式，更多的呢就是买一个商铺买一个住宅对吧？那有钱人他的这种赚钱的方式主要来源于比较传统的这种经济的模式。那这些人呢，比如说他模型上他考虑的是花50万欧元买这个房子，然后呢，可能那么他还有比如说
500万欧元的存款，对吧？啊，那么按照就是西班牙的这个法律的话，那么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收入，有这样的一个存款的话，你是要交税的，对吧？那么这样呢，就是许多富人啊，那么能够为他的这个税收呢带来许多增长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啊，许多的人他都，比如说，你看他现在这么多国家推出的都是什么数字移民，对吧？啊，就是他们发现啊，比如说，许多你说油管的博主啊，许多这种远程的这种互联网的工作的这些啊高新科技人才，对吧？还有什么金融的一些人才，对吧？比如说你说很多炒股的啊，炒什么呃期货的啊，像这种人才，那么他们啊就已经投资的方式不是说通过啊买个房什么的，对吧？所以呢，在政策上，你看许多这种移民国家，他们都有这样的政策啊，就是吸引这些远程工作的啊数字移民啊，对吧？因为他觉得给这些人啊，就是吸引这些人来，他们提供的收入啊，就税收的收入远高于那些传统的，对吧？因为这个年龄的这个层次放在这里啊，你说一般考虑买房啊，这些人可能都是啊最少也是40、50岁，对吧？啊，或者说年龄更高的一些人群。那么这些人，你说他会是那些去什么从事什么远程工作，或者说高新科技，或者说风险很高的一些这种人群吗？不会，对吧？啊，所以呢，就是他希望啊来的一些人呢，就是说符合当前的啊这样的一种时代，对吧？而且呢，就是对于欧洲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其实缺乏这些啊，就创新上就是新兴的这种科技人才，对吧？啊，他希望多来一些这样的，对吧？那这种人可能啊，可能就是他也，可能他一个什么数字游民，对吧？啊，比如说他是从事一些什么互联网金融的啊，可能他银行账户里面啊就有几百万欧元啊，然后他交税可能一年都要交很多，是吧？所以就是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这样的移民，好吧？那么今天，当然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和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啊，说的也不一定全对，好吧？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